孩子生气时，你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决定了他这一生也是唯一的生命底色。大多数人以为，好父母的职责是教出一个听话的孩子，是迅速扑灭那些不合时宜的哭闹、尖叫、叛逆或者对抗。而那些清醒的父母，他们的应对不在于压制，而在于接住。当风暴来临时，你是那个惊慌失措跟着一起尖叫的受害者，还是那个稳如磐石能让风暴穿过身体却不留痕迹的引路人？接下来的这段时间，请把心静下来。我们要谈的不是如何让孩子瞬间听话的所谓妙招，那是治标不治本的止痛药。我们要谈的是如何为你和孩子撑起一把在情绪暴雨中安然行走的伞，是如何在混乱中重建秩序。这或许会颠覆你过去30年关于管教的所有认知，但它值得你花几分钟深深地吸一口气，听下去。在这一刻，我想先带你去一个地方，不是深山古寺，也不是心理诊所，而是我们就生活在其中的这座城市，一个普普通通的游泳馆。我认识一位在这里工作了20年的老教练，大家都叫他老李。老李不是什么名牌大学毕业的教育专家，他每天的工作就是泡在充满了漂白粉味道、回音巨大的泳池里，看着一波又一波的孩子下水。在这个嘈杂的空间里，游泳馆像是一个被放大的情绪容器。老李常跟我说起一种特殊的时刻，就是当一个初学游泳的孩子不小心呛了一口水，或者脚下一滑抓不到池边的时候，那个瞬间，尽管水深可能只到孩子的胸口，但因为呛水的恐惧，孩子会瞬间丧失空间感，陷入极度的恐慌。他们会本能地闭上眼睛，疯狂地拍打水面，双脚乱蹬，甚至会抓伤靠近救援的人。在岸上的旁观者看来，这孩子简直是在发疯。明明站起来就没事了，却非要在那儿扑腾。很多年轻气盛的助教遇到这种情况往往会很急躁，他们会大声呵斥，别乱扑腾，把腿伸直，我叫你放松，听不懂吗？他们试图用更大的声音压过孩子的恐惧，结果呢？孩子越听越僵硬，越挣扎呛水越多，那种失控感成了他们一辈子的心理阴影。但老李不一样，当他看到一个孩子在水里惊恐地炸毛时，他从不对抗，更不会要求孩子马上放松。他会站定身体，把自己变成一根最稳固的柱子。他不去强行控制孩子乱挥的手脚，任由那些带着惊恐的水花泼在他的脸上，打在他的肩膀上。他只是伸出一双大手，稳稳地托住孩子的腋下或后背，给孩子一个坚实的支撑点。他不会喊叫，而是把头低下来，凑近那个还在尖叫的孩子，用一种低沉笃定的声音重复着，踩到地了，踩到地了，李教练在这儿，你很安全。他不教动作，他不讲道理，他只是用自己稳如磐石的身体告诉孩子，这里有底，你掉不下去。奇妙的是，就在感觉到身体被稳稳拖住，双脚触碰到地面的几秒钟后，那个歇斯底里的孩子通常会突然软下来，大口喘气，紧紧抓住老李的胳膊，然后哇的一声哭出来。老李曾在休息区擦着头发对我说，那些年轻教练不懂，孩子那会儿根本听不见指令，他不是不听话，他是觉得自己快死了，他在求救。这时候你让他放松身体，你得先做他的那块陆地。这个故事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核心。你的孩子，那个在商场地上打滚，在家里摔玩具，对着你大吼我讨厌你的孩子，或者是那个把自己反锁在房内，沉默如冰山，用冷暴力对抗世界的少年，他们其实都是那个在泳池里呛了水，失去了平衡的初学者。我们所看到的脾气大、无理取闹、叛逆不羁，不过是他们在惊涛骇浪中拍打出的水花。这背后的真相往往不是行为问题，而是由于大脑发育尚未成熟，
导致的情绪溺水。就像发烧不是疾病本身，而是免疫系统在战斗。孩子的愤怒与对抗，往往是他在对这个突然失控的世界发出最原始的求救信号。他也想站直，但他找不到底。而很多时候，我们不仅没能成为那个底，反而成了那个在岸上大喊大叫的助教。这种想按下静音键的冲动，是所有父母的本能，也是我们最大的执念。万物皆有其流转的规律，孩子的情绪，无论是幼儿的哭闹，还是青少年的冷战，都不过是那一刻内心的迷失。真正的引导，不是急着吹散迷雾，而是教会孩子如何在雾中稳稳前行。那么，下一次风暴来临时，试着不要去想任何管教的辞令，而是先关照你自己的内心。请先做一件事，把你的脚跟踩稳，真的，就在物理上，把你的双脚稳稳地踩在地上，感受地面的支撑。闭上嘴，哪怕只有3秒钟，把注意力从孩子的对抗上移开，回到你自己的丹田，回到你的呼吸。就像老李在水里扎下的马步，你的定就是孩子能触碰到的第一块陆地。你在心里默念一句话，他在求救，他需要我。这种不动如山的定力是最高级的慈悲。你会发现，当你不再急于熄灭对方的火，你自己就不会被灼伤。而当你成了那个深不见底的容器，孩子那股无处安放的能量才会慢慢找到沉降的终点。当你稳住了自己的情绪水位，接下来请试着去做他的明镜，去如实关照他的痛苦。对于年幼的孩子，请坐下来，平视那双惊恐或者愤怒的眼睛。孩子此刻大脑一片混乱，他有一肚子的委屈，却找不到词汇。你需要借给他语言，把你看到的真相说出来。我知道那块饼干碎了，你觉得整个世界都乱了，你很生气，对不对？而面对那个满身是刺的青少年，你的召见则需要更多的留白。你不需要逼问，只需要在那股压抑的空气中安稳地坐一会儿，温和地告诉他，我感觉到你现在心里有一场很大的暴雨，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在这里陪你淋一会儿。如果你想一个人待着，我就在门外。无论如何，你是安全的。这种看见是不带诱导的确认，它让孩子明白，他的痛苦是真实的，不是矫情的；他的愤怒是合法的，不是罪恶的。当一个生命感觉到自己被如实的看见了，他内心的那种孤立无援的溺水感就会消散大半。当风暴的中心过去，当那个溺水的生命终于踩到了实地，请牵着他的手，给那股能量挖一条河道。情绪是流动的水，堵是堵不住的。对于小孩子，我们可以引导他感受那个生气先生现在住在身体的哪个地方。我们是否可以对着天空大吼3声，把它吐出来，或者找一张废纸把它撕碎。而对于大孩子，这种导流则是给他们一份主权的尊重。不要急着去纠正他们的价值观，而是给他们一个可以独处的、不被评价的物理空间。在那种静默的流动中，你会发现，那股原本足以摧毁关系的洪水，最终会化作滋润生命成长的养分。这一切的终点，其实是一场关于回望的修行。当一切归于平静，孩子或许已经累得靠在你身上，别急着讲道理，试着握住他的手，去询问，去倾听。刚才那么生气的时候，身体里是什么感觉？现在是不是舒服一点了？这种简单的提问是在帮助孩子建立自我觉察。你在引导他像一个旁观者一样去观察自己的情绪，而不是陷在情绪里。这份觉察力将是他未来面对失意时最宝贵的护身符。很多人说，养育是为了养大孩子，但在我的眼中，养育更是一场父母的归乡之旅，是你借由那个小小的生命，完成自己的第2次出生。那个对着你咆哮、哭泣，又或者冷战的孩子，其实是一面跨越时空的镜子。
它在那一刻展现出的所有无理取闹，往往精准地照出了你内心深处那些从未被处理好的陈旧的委屈与惊恐。你之所以想让它立刻停下来，或许是因为在你的童年里，那个想哭的你也曾被要求立刻安静。所以当你选择像老李一样稳稳扎下马步，去接住那个溺水的生命时，你不仅仅是在救赎孩子，你更是在重新养育那个曾经也无助过的躲在角落里的自己。养育的本质从来不是为了把孩子修剪成某种完美的盆景，而是赋予他一种力量，一种即便身处泥泞，即便遭遇风雨，依然能与自己和平共处的能力。而这份能力是他从你那双稳如磐石的手中一点一滴借过去的。你要相信，那个让你头疼的孩子，他不是你人生的路障，他是你修行路上的引路人。他用他的不听话逼着你变宽阔，他用他的坏情绪引着你走向定力。如果你也在这份观察中看到了一丝微光，别让自己一个人在黑夜里划船，把它分享给你的另一半，或者那个同样在风暴中感到孤独的朋友。让这份定力在家庭之间流动，让爱不仅仅是付出的辛劳，更是两个生命在人间烟火里的相视一笑。风暴正在过去，而你已经在这场洗礼中长成了更好的自己。订阅我的频道，一步见山，见自己。